张拿铁又被拒了，这次的事儿更大，是被电影拒。让我们震惊的是，上次被双语幼儿园拒收是因为英语不好，这次被电影拒绝是因为汉语不好。某知名电影里边有3个需要小孩配音的角色找到了我们，当时我一看是个外国电影，我说那翟奥达肯定可以，拿铁够呛。他们说彩玲姐别急，这电影在国内上映是翻译成汉语的，孩子配音的对象啊是说汉语的狗。我说那还行。他们说他们不担心拿铁，毕竟听说他除了汉语也不会别的语，但是有点担心翟奥达，问我能不能说汉语。我说能，肯定可以。翟奥达还是很聪明的，所以当时的情况吧，拿铁是文保的，翟奥达是争取。然后电影那边的工作人员就让俩孩子做个自我介绍，录下来给人家大致看一看。大家好，我是翟奥达，我今年7岁了，我英语还不错，我的汉语还不太好，但是我可以学习，我愿意给狗狗配音。耶！我是张拿铁，我饿了。耶！我演机器人，我英语好，我汉语好，我愿意给狗狗配音，我愿意给狗狗配音。我愿意给狗狗我愿意给狗狗配音，我愿意狗狗给我配音。面试的结果呢，翟奥达是超出预期，甚至有点惊艳。拿铁呢被婉拒，姐姐是有点洋味儿，弟弟是有点窜味儿。人家跟我说实在是有点难。这个电影 IP 这么多年，全世界都在看这些狗。虽然我们都很喜欢拿铁，但也不能说今年新电影一上，观众都说哎这狗有口音。最后跟我说你做好准备吧，现在这个保大还是保小的问题，大的基本能保住，小的有点够呛。我说我有点不忍心告诉拿铁这个消息，他户口本刚丢，最近就好几个坎儿，受不了这么大的打击。我说你给我1天时间，我恶补一下啊，说不定还有火。我婆婆一听也疯了，谁说我孙子有口音？我孙子肯定行。于是温迪、俩姑姑、大胖媳妇儿、我爸，所有的人都过来跟他练台词。拿铁都懵了，这必须给整点能量。特地挑选的美素佳儿圆月荷兰黄金奶源地，3重原生力守护肚肚健康，吃饱喝足吸收好才能活力满满。美素佳儿圆月还鼓励大家捐空奶罐，变成环保夹，保护黄河生态，你一罐我一罐，肚肚健康又减碳。然后人家台词发过来了，张拿铁只有最后一次机会视频面试了。哎呀，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是什么东西呀？小娃娃。哦，我要飞上天了。哦，我要飞上天了。我不会。发生了什么？发生了什么？打击了。最后人就直接跟我说拿铁呢，孩子是好孩子，但是拿铁给动画片配音，啥狗配完都是东北狗。这就好比赵四拿到了莱奥纳多的脚本给他配音，赵四也很难，除了字儿是对的，其他都是错的，妈妈，你没有被选中。谁没选中我？那人叫谁来着？叫剧他那人叫啥 ？Summer， 对，他叫 Summer。谁是萨摩？我不喜欢萨摩，我喜欢柯基。啥就让我支持呀？俺家孩子要上幼儿园，拿铁这不到年龄要上幼儿园了吗？今儿我跟大胖媳妇在北京走了一圈，给他看幼儿园，给你们呈现一下现在幼儿园有多卷啊，净上花活。家长您好，我是今天负责接待您的铂金咨询师比安卡，很高兴为您服务。这是一个好问题。我们的安保团队 come from 世界上最危险的地区 ，which is America。他们擅长格斗、擒拿。他们曾凭借着咏春的拳、奥特曼的光，徒手穿过了布鲁克林的枪，全方位无死角守护您孩子的安全。国际保安很不错。家长您好，您不用担心，我们的外教均来自发达国家英语为母语的地区，所有的教师都具有超高学历，有来自加拿大的博士老师 Jay。 Good morning, class. Today we're going to learn about fruits. 有来自法国的金牌教師 Alexandra。 Bonjour, mademoiselle. Comment ça va? 有来自伦敦的双博士教师 Dickens。 Good morning, boys and girls. Today we are going to talk about tea. 您的孩子喜欢哪一种口音？我们为您定制。在经过了我们沉浸式国际化口语培训之后，我们的宝宝都有着纯正的伦敦发音。Amazing。 Emma。家长您好，您不用担心，我们的膳食均为国际认证的营养师进行搭配，由米其林6星大厨亲自掌勺。米其林真的很不错。除了专业的厨师团队，我们还为宝宝设置了餐前品鉴环节，从肠道健康出发，内外兼修，从根本提升宝宝的成长保护力。我们还有大礼相送，为您的孩子量身定做一份 VIP 快乐成长手册，比如推荐强健肚肚的口粮，让宝宝吸收消化为上，呵护宝宝肠道健康，营养摄取事半功倍。美素佳儿圆圆。荷兰这家牧场鸡翅自然营养真的很不错。这个我倒同意，都说肠道是人体最大免疫器官，那孩子要是肚子强健，体质肯定好。但是你们这个外教，我看着这肠道是有点拥堵呢，是不？那是因为他的童年没有喝美素佳儿。
这又是一个好问题。关于温度的问题，您不用顾虑，我们幼儿园的保暖设施是原装进口，斩获了俄罗斯年度热布斯尼沃斯奖。我们配备了6个锅炉师傅，24小时全天候待命，白天黑夜火力全开，保证我们的宝宝无宫寒、无湿气，出国考编都给力。6个锅炉，真的很不错。最后我们一问价，大胖媳妇决定把拿铁送回铁岭寄养。哎，我家出了点事儿，大事儿！张拿铁的户口本被他奶整丢了，我现在得全网呼唤一下，希望广大热心网友谁看着了跟我说，因为现在孩子有点受刺激。众所周知，张拿铁以前是个黑户，1个月前刚拿到了铁岭户口，从此在短视频领域兴风作浪，目中无人。齐飞，我要喝可乐。菜菜，我要喝可乐。再姐姐，我要喝可乐。我要喝可。挺猖獗这么个人，但是他奶心太大了，太喜欢跟人唠嗑。在机场有人夸他一句年轻，跟人聊开心了，把装张拿铁东西的一个小塑料袋给整丢了。可怜张拿铁来到这个世界2年，混到1个户口，才炫耀3周，见到他奶几天没了。完事张拿铁吧，他本来就跟他奶还不亲呢。咱说语言上啊、饮食上啊、3观格局上啊，方方面面还存在着很大的壁垒。比如在熊猫基地看大熊猫那天，早上拿铁起来晚了没洗澡，温迪呢1天得洗2次澡，洗澡强迫症，就一直着急这事儿。结果在熊猫基地的公共厕所发现洗手间里有个水管子，直接拿起来给拿铁浇了个凉水澡，给张拿铁气坏了。这2岁老头人是喜欢热水泡脚的人，不喜寒凉，但他奶就是不听，本来就有矛盾，你说这一整不就完了吗？所以我都没敢告诉拿铁，我真怕张拿铁要劲儿上来跟他奶绝交，我就骗拿铁，我说放心吧，肯定给你找着。然后我就告诉温迪，我说你赶紧想点什么招贿赂他一下，你买点好吃的，小孩好骗。温迪说那好吧，我去给孙子买点啥道个歉。然后我们这不就去了吗？他奶去的路上还跟我说要给孙子负荆请罪呢。到了山姆全忘了，这是吃那是吃，各网点试吃一遍，看着有牛排直勾就过去了，跟我说你看这小纹路，看着就好吃，咱俩你2片我2片行不行？然后开始在琳琅满目的月饼世界里沉醉。张拿铁以为他奶是给自己买月饼，我当时就觉得我儿子还是单纯的。虽然牛排上他占了我点便宜，回家还是吃亏了。他以为他买的那个百年古树好普洱茶是个月饼，直接给掰了，边掰边捣鼓。我这月饼有点素，怎么还有点干巴呢？大胖姐说，我就爱吃干巴月饼，都给我吧。本来这去趟山姆矛盾都快化解了，结果温迪自己找事儿。拿铁和早达都以为奶奶都说了给他们买月饼，那肯定是1人1盒，没想到奶奶的意思是1人1块。张拿铁偷吃，他奶不让，说那是他买的，只能1人1块。大胖媳妇不乐意，就开始挑事儿了，跟张拿铁说，你的户口本丢了，你是不是忘了？你是不是忘本了？我告诉你，是你奶丢的。早达也跟着补刀，他是不是伤害了你？拿铁痛苦的记忆被激活了，拿铁想起来了，他户籍铁岭，他民族汉族，他不能忘记他的身份象征户口本，他不能忘本，但是他找不到他的本了。铁哥现在整个人感觉那股劲儿都没了，都不硬气了。张拿铁去厨房想再要1块月饼，他们一顿回答，他啥也没听懂。以前的铁哥会问这是什么声音，啥玩意儿啊？现在的他从人群中走远，来到了我身边，说这是谁的家？这是谁的家？最后还是姐姐早达非常暖心，把姥爷的户口借过来给拿铁看。张拿铁，奶，汉服，户籍铁岭，62户。拿铁暂时开心。都说中秋节谁是你最想见的人？那个曾经有户口有骄傲的拿铁是我们最想见的人。所以我现在全网呼吁就谁捡着俺家张拿铁户口，你全家就是5年的月饼俺家都包了，或者你谈啥条件都可以，看谁找着俺家拿铁户口了。哎，我婆婆这2天老闹心了，因为本来她每年这个时候吧都来伦敦看她大孙子，这不今年特殊情况不适合旅行吗？没来了。哎呀，老太太挺聒噪。那么问题来了，你们也知道，就我婆婆不是一个很大方的人，可能老粉们记着我说过，我老公回加拿大，那要是在我婆婆家喝她冰箱里头牛奶了，出门用她开车捎一脚了，那都是要收奶钱油钱的。那他是怎么这么大方，舍得花这么多钱，每年带着我这个走道老顺拐的公公，烧这么大一脚油，从温哥华飞到伦敦来看孩子呢？因为这个钱吧，是我老公12岁开始打工挣的，只不过让我婆婆给扣下了。跟你唠唠这事儿给我逗稀了。我婆婆吧有个优点，就她自己不是有点抠吗，挺爱攒钱的，所以她吧也特别喜欢就从小培养孩子多努力挣钱攒钱的这个意识。所以我老公从12岁开始就有他第一份就在给邻居送报纸的这份工作。然后后来他上高中以后呢，去过机场杀过吊机，去过披萨店擀过饼皮，去过工地用过水泥，去过少年宫教过冰嬉。他最喜欢的呢是在中餐馆刷盘子这工作，因为老可以吃别人就是没咋碰的那些剩菜。然后据说中餐馆老板他姑娘也是挺好看。然后原本的规定呢，就这些年他打工的钱都放在我婆婆那儿，然后等到他上大学的时候就用这个钱交学费，就不用再向加拿大政府申请这个助学贷款了。然而可但是就大学录取通知书下来了，学校申请的还挺不错的，我婆婆赖账了，
说这钱不能给他。完我老公就问他妈为啥，那我婆婆也是好强人，告诉他，那我听说老谁家的小谁申请的是全额奖学金，你为啥明明知道有这种机会可以免费上学，你还非得花家里的钱呢？我老公说的，那老谁家那小谁人学的是高等数学，高等到啥程度呢？就数学在他心中根本就是哲学，弹尽他的人生理想，除以9000次口塞音的岁月过往，根号2两小烧等于人间不值得。你一般人你根本听不懂他研究的啥玩意儿。再一个，你看小谁学的那么厉害，你看人家里那俩老谁呀，熊老谁是律师，慈老谁是工程师，所以人家孩子天生我材弹尽他，那也是理所应当的。你再瞅咱家，炒个大米饭都得必须用电饭锅原装的量杯，量杯上面只是3人份，来4个人你都得查2次饭，量杯丢了你3年吃不着大米饭。这个事儿我将来的妻子会告知全世界的。人家小时候玩寻找小行星，我小时候玩谁是尿炕精，那是一样的苗子吗？但是我婆婆非常坚定地说，你是我儿子，我对我的孩子要求是非常严格的，有一个人能申请上奖学金也应该是你，所以我现在对你是非常失望的，这个钱我不会给你了，你自己去申请贷款吧。哎呀，据说当时给我老公气的哈，据我公公描述，当场气窜稀了。你说他咋这么大能耐呢？你说你生气，你有能耐，你说你上冰箱把他奶都给倒了啊，你上他车那把他汽油都给倒了啊，你说这家伙这大能耐，气窜稀了。完事据说当时我老公摔门而去，半年没回家。完后来我俩不是住在伦敦吗？有孩子以后吧，我婆婆就特别想看孩子，完他就老想让俺俩上加拿大，因为他不想买机票来这儿。然后每次视频，我婆婆跟俺俩说让我们买票去加拿大看他，我老公的回答都老直白了。我一年到头攒这点钱，还有这点年假，我肯定是会用在回中国上的。你想看孩子，你可以自己来嘛。我婆婆说的机票钱太贵，我老公说的没事啊，我12岁开始不就开始给你打工攒钱了吗？大方花，别抠，别秀你。就到现在哈，我老公每个月也得还这个加拿大的助学贷款，然后我婆婆扣下这人民币合10多万块钱吧，然后就留着他每年来看他孙女。经常有人会问我老公，你一个加拿大人，你怎么会想到住在伦敦了呢？我老公的回答是，我尽量住在跟我妈的距离在机票8000块钱以上的地方，省着我给我妈垫的钱她花不完。